關於美伊戰事，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伊朗的駭客現在殺進了美國的本土了。這當中非常重要要注意到，就是關鍵的水廠都已經中招了，而且是電廠都直接遭害哦。美軍現在講說，林肯號的真話還被大清洗，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了嗎？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這一回伊朗的新招，趕快來看到的是，戰場從波斯灣地區已經直接打進了關鍵基礎設施。首先看到的就是英國了，英國的電廠還有包括呢，再次的打進了美國的供水系統當中。我們來看到，這是來自於媒體的最新報道，英國一座天然氣尖峰的電廠遭到伊朗的駭客入侵，這不得了了，一入侵整整癱瘓達到了4天的時間。關鍵是伊朗這一次入侵的還不是一般的什麼辦公室電腦，而是 PLC 工業控制系統。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它就是直接擾亂了這些最核心的基礎設備，當中包括控制泵浦啊、閥門、壓力、發電設備的這些廠，整座都會被關閉掉。現在大家關心的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說，伊朗入侵的還是一個小型的水廠，下一次會不會他只是先做一個警告？下一次入侵的難道是大型的電網、天然氣管線，或者是水處理廠，甚至是軍事基地的這些電力系統，都可能被1秒直接斷電嗎？事實上，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早就已經發現到伊朗的駭客非常的厲害了，在今年的8月份，他當時才直接起訴了17名有關於伊朗的這個駭客。那這個駭客叫做馬布納研究所的駭客，什麼來頭？趕快來帶觀眾朋友看。2013年當時成立的時候，美國就指控他是駭客傭兵的平台，替伊朗還有他的革命衛隊來做這個侵入哦。這當中包括了他直接駭入美國的大學，還有海外的大學。超過42家美企，還有至少5個美國政府機構等等，累計竊取超過了非常多的資料跟智囊的財權等等。最危險的事情是，我們都知道，英美雖然說他們的科技設備各種看起來非常的先進，但是畢竟都老舊了。專家是這樣認為的，說其實不管是英國或者是美國，他們的這些基礎設備都很容易被伊朗給駭入的。事實上，美國早就已經中招了，在今年7月份，至少12個州陸續通報，包括他們的水廠跟污水處理系統遭到網絡的攻擊。專家認為，這是美方的官員說的，可能就是來自於伊朗駭客的入侵了。川普可能是為了這個好面子，他說：“我不認為是伊朗所入侵的，是明尼蘇達州的政府自己無能才會造成這一些駭客的現象。”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呢？首先，伊朗駭入的是英國的這個這個電廠，停擺的時間達到4天。美國司法部還起訴了17名伊朗的駭客等等，到底他們是什麼來頭？那現在只是這種小型的電廠而已，會不會伊朗先給他們做一個警告，下一波可能就是更大攻勢的攻擊？委員怎麼看？是，我想這個伊朗的網絡部隊一直在國際上都富有盛名哦，那麼他們的這個技術都相當的這個高超。那麼可以跟伊朗媲美的大概就是俄羅斯啦、北韓哦，他們的網絡部隊都有一定的實力。那麼伊朗最主要的幾個組織呢，我們剛才聽到思明講到的，第一個就是馬布納研究所。馬布納研究所做得到不是破壞，他做的是偷竊哦，就是馬布納研究所是從2013年有2位伊朗人在德黑蘭所成立的哦，他後來就代表伊朗政府跟革命衛隊成為最重要的，就是執行國家級的網攻的這個單位了。它是國家级網攻的這個單位哦。然後呢，他在過去這些年來，大部分在做的事情都是在這個利用他們很高超的這個駭客的技術哦，進入各個學術機構啦、研究單位哦，取得最先進的相關的研究資訊的報告結果，這些智慧財產權的內容哦。那麼美國曾經透過一個計劃叫做正義獎勵計劃，當時懸賞多少錢呢？懸賞高達美金1000萬，去懸賞抓這些人。對，那麼這是馬布納研究所，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他們其實從全世界各地取得了相當多的各式各樣的智慧財產權的資訊。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剛才要再講到的，叫做 Cyber Avengers。那個所謂的 Cyber Avengers，Avenger 就是復仇者嘛，就是在網絡復仇者。那這當然，它就是一個這個革命衛隊的標準的進行攻擊的駭客組織了。那麼他們當時成立的時候，是為了要針對以色列、針對美國
的這些基礎的關鍵設施哦，開始進行網絡攻擊。那為什麼會對基礎設施進行網絡攻擊呢？我幫大家簡單講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呢是 Google 啊，你今天是國防部，不好意思，那你的防火牆很夠力。如果你今天是個大銀行，你也花很多錢砸在資安上，可是什麼地方是很容易被攻擊的呢？這種大型的基礎設施啊，因為美國、英國也好像以色列，他們這很多基礎設施老舊了，就誰會花大錢為這個水利設施做防火牆嘛？就你要有應付國家級網攻實力的防火牆，那這是多大的一筆錢呢？所以很少會有國家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所以你現在只要針對所有的民生基礎設施全面的發動網攻啊，你一下就可以攻進它的這個網絡的這個我們叫做公控系統啊。所謂的公控系統就是這個操控整個設施運作的體系裡頭，然後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把這個水源給關掉，你可以把電網給截停，這些你都可以做。那麼事實上，現在我們看到最近啊，因為這個 Cyber Avenger 展開了這個一系列的攻擊，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年7、8月嘛，哦，他首先對美國的大概12個州的水利系統發動了攻擊，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的這個電視台上講的，他針對英國的發電廠也發動了攻擊，在今年的7、8月，讓發電廠停工了4天，但是他不是只有今年才幹這件事情的，他很早就幹了，他從2023年到2026年這3年呢，當時以色列就指控說，這個 Cyber Avenger 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認知戰和心理戰，散布各式各樣的不實的資訊，去動搖以色列國民對國家的看法跟信心。然後到了2023年11月的時候呢，這個組織曾經突襲過美國賓州的水利局，所以也造成了美國賓州水利系統的混亂。然後到了2024年底，所有國際的這個西方國家就這個高度的懷疑說，這個 Cyber Avenger 的技術又大幅提升了，它已經可以部署更新型的叫做公控惡意軟體，叫做 IO Control。所以所謂的 IO Control 呢，跟 IO 跟 IT 不一樣的，因為 IO 的那個 O 是 Operation， 所以 IO Control 就是說，它可以在這個所有的 IO 控制系統上部署了最新型的惡意的這個破壞軟體，然後呢，順利的去掌握了這個系統的主導權。所以這是現在伊朗針對美國跟這個美國的盟友所發動的一系列打擊。那你說他有沒有可能用更大規模的這個網絡攻擊呢？當然有可能啊，因為我曾經不止一次說過，伊朗現在已經緊緊的咬住美國了，他不會鬆口的。川普想要把腳抽出來，伊朗知道只要讓川普跑了，過2、3年之後，川普跟以色列會捲土，美國跟以色列會捲土重來的。所以他現在既然咬了，就要緊緊的把它咬死。所以在這個時刻，伊朗就開始慢慢的把手上工具箱的工具一個一個拿出來了。那麼網絡攻擊當然是接下來他極有可能選擇的一個措施，因為成本非常的低啊，傷亡也很小。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伊朗的攻勢已經從這個波灣地區往外擴到英美，甚至是這些國家的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了。那下一步會不會往更大型的電廠、水利廠去走？這個我們都要持續的做觀察。但是呢，川普至今仍然是否認說這一些水電廠啊被攻擊是伊朗所造成的，甚至呢，是不是最近川普越來越抓緊有關於言論自由的控制呢？因為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個最新消息是，美軍旗下不是有一個軍報嗎？這個叫做《星條旗報》。日前他報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林肯號不是在水面上這個水上漂流時間長達了9個月的時間，當時海軍受不了就跳水，他們把這件事情給報道出來之後，沒有想到這個媒體的發行人、總編輯跟中東的記者全部被解雇，怎麼回事？楊老師怎麼看？我要這兩個事情啊，從剛才講的美國的水庫基礎設施遭受到網絡的攻擊，而美國政府不敢承認。然後呢，美國自己國防部所設立，其實是法律上有一定獨立性的星條旗報報道相關的，就是軍事以及美國內部軍情的一些報道。結果他報道200多天林肯號的情況被解雇，所以呢，也就表示什麼？他內部的壞消息也不能夠講。雖然它是軍方的情況，可是前所未有的整個船艦的調配以及這些官兵的影響，大家全世界都在關注。
那事實上，透過很多官兵跟家裡面的聯繫，已經太多的消息跟圖片顯現出來。那也只不過是稍微確認一下這些事情其實有它的嚴重性。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有一點疏解的效果。可是他現在雪上加霜的是，你不能報，你報了是破壞就是軍心穩定，所以把它最重到解僱的程度。所以美國的敵人真的不是中國，更不是伊朗，而是美國自己。它的制度，它的基礎建設，它的很多我們過去以為是軍事神話、金融神話，現在一個一個開始從內部出問題，而這個都會做連結的。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它的這些基礎建設其實真的是老舊。那如果你要開始對別的國家採取一種侵略性的攻擊，那別的國家當然就會以你的所有這個比較虛弱的地方做反擊，而且你炸死人家3000多人，我們還不講加沙以色列造成的7萬多人，數萬人受傷，2萬多個據點民間的軍事的被你轟炸，人家挺過來了，人家反擊你，難道只會打你航空母艦嗎？當你打你所有最弱的地方，尤其像你這些水庫基礎設施老舊的部分，所以它呈現的問題不是在這個往來之間，也不是在川普在刻意的遮掩，而是真的透露美國的基礎建設的老舊，而可能不堪一擊。那另外，你這個星条新聞的這個解僱，就表示什麼呢？你在遮掩嘛？那遮掩美國內部的機制哈，我們以前認為這個 establishment 這個機制，它有自我調控、自我修正，然後呢自我反省、自我往前走的這種機制的存在。可是呢，現在被壓下來不准。那這個時候呢，它就會不斷的累積這些問題。那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金融也是一樣的情況。那現在在軍事基礎建設也在累積它內部的問題。所以美國的最大的挑戰真的是在美國自己。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那美國另外一方面面對於伊朗的各種攻勢，他們在軍事上面的反擊，現在看起來無效嘛？那川普最新是說，他要做經濟上所謂的諾曼底經濟戰的這個最新對於伊朗的制裁，但是呢，也有專家特別點出，直接說，你今天要做到這種大規模的所謂叫做D-Day的這個制裁，重點是中國大陸要配合啊，但是中國大陸已經表明了他不配合。智庫是這樣說的，現在呢，就是因為這個中國大陸一直持續不斷的跟伊朗買石油，才會讓川普沒有辦法在這個經濟上面對伊朗下太大的手。問題來了，這個川普敢不敢為了掐住伊朗的石油，直接對中國大型銀行或者是石油企業下重手？現在大家也畫一個問號，甚至很多專家認為是川普是不敢惹中國的。那更諷刺的是呢，我们來看到的是伊朗總統最新聲明，他說呢，其實啊，伊朗本來是有意要跟美國談的耶。當時的已故最高領袖哈米尼生前曾經說要跟美國來好好的談判，來減少雙方的敵對關係。沒有想到當時的川普一意孤行，硬要跟納坦雅胡一起對伊朗發動這個斬首戰，才會到現在看到伊朗的政權不但沒有被拖垮就算了，現在革命衛隊啊，這個權力跟勢力變得越來越大了，是不是川普自己害了自己？兩個問題，呂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啊，中國大陸其實它不是配不配合的這個問題啊，而是中國大陸選擇自己的路，也就是你美國對於中國大陸進行各種的制裁，那同樣的，中國大陸就對美國对等制裁，而且中國大陸現在的工具箱一打開，什麼怪工具都有，所以呢，美國其實是無法招架的。那至於說石油的部分呢，以前我們來講，石油其實是所謂的賣家市場，也就是 OPEC 想定價定多少，要賣你賣多少錢，對不起，你必須要接受啊。那但是呢，他這一個問題呢，他如果遇到這種小國的話，那 OK。可是他現在遇到的是一個大國，中國大陸。他遇到中國大陸的時候，當中國大陸他用了其他的方法，例如說，我們講到最近，他進行了第一個國家儲備的部分，他這個國家儲備進行調控的時候，不是 OPEC 能夠決定的，那也就是
OPEC 已經沒有辦法維持這個賣家市場，而變成買家市場，也就是石油對於中國大陸來講，就是定價權在中國自己的手上。這是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石油儲備的部分。第二個問題呢，也就是出口管制，也就是他煉完油之後呢，他從今年的3月，他已經看到了這個美國在伊朗的戰爭，實際上來講會拖垮全世界，所以他已經禁止燃油的輸出。那禁止這種輸出，其實影響的就像菲律賓這種國家。那但是呢，對於自己來講影響到不大。第三個，抑制國內的需求。如果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各種影片，你看看它的車牌，如果全是藍色的，那個就是燃油車；你如果看到一個漸層綠色的，那一個也就是新能源車。那中國大陸不斷的鼓勵大家使用新能源車的情況之下，也就降低了這一個石油的使用啊。我們大家來看啊，這一個是有關於中國大陸進口石油在2024年的部分。我們看到伊朗，大家覺得伊朗的占比很高嗎？其實並不高，11%。那如果說你現在要進行調控的話，中国大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中國大陸要選擇走自己的路，它並不要受到你美国的主導。那另外我們剛剛講的，在今年8月份的第一周的這一個經濟學人，他講到的中國才是世界石油的大國，那不用提 OPEC， 中國才是真正說了算的這個國家。所以我們現在從這種種種角度來看呢，那其實中國大陸才真正的掌握了油價，那這個價格呢，也就是反映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部分，那也就是當美國這個川普總統他想要透過什麼樣的方法去打擊到中國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調控這個油價，可能對於這一個期中選舉造成更致命的影響。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